條片呢，我就想介紹喺香港有幾個景點呢，係好啱喺外國長大嘅朋友，又或者好耐冇返香港嘅朋友去睇嘅。呢幾個景點呢，除咗靚可以打卡之外呢，仲係充滿咗香港歷史同文化。睇完之後會對香港嘅文化認識多少少。依家開始呢，就介紹俾大家。我第一個要介紹嘅呢，就係呢個東涌嘅日東村呢一個嘅懷舊街市。呢一個嘅街市呢，係完全充滿住呢個60、70年代嘅風味嘅。我覺得呢個做法係好正嘅，因為可以保留同埋介紹到香港嘅文化遺產。喺門口見到呢一個殖民地時代嘅郵筒呢，已經係好吸引啦。香港唔知第二度仲有冇第二個擺喺度呢？我諗呢個當鋪招牌呢，應該係香港獨有嘅。呢一種嘅街牌，樓上嘅窗框同埋呢啲晾衫竹呢，我記得60、70年代嘅時候呢，成行成市嘅，係隨街都見到噶。呢一個街市呢，除咗充滿住懷舊嘅風味之外呢，啲鋪頭度真係賣啲懷舊嘅嘢食噶噃。嗱，呢啲涼茶鋪呢，而家呢就真係買少見少噶啦，喺外國呢就更加難揾到啦。見唔見到呢度上面有架飛機啊？雖然呢就係假啲，但係一睇就知道係97年之前啟德機場未搬嗰陣呢，啲飛機呢係飛到好低，好貼近啲民居嘅。呢度呢亦都有一間傳統嘅鐵打醫館，同埋呢舊時好興嘅上海理髮店。以前香港啲屋嘅地下呢，或者牆身呢，都係鋪呢啲街磚嘅。我哋依家行入啲呢，再睇下呢個街市啦。雖然呢一個呢係濕街市，但係呢就真係好乾淨。我呢就最怕去嗰啲呢個地下濕立立嗰啲街市噶啦。呢啲單層巴士係香港50年前嘅嘢嚟噶啦。大家以前又有冇用過呢啲燈嚟照雞蛋呢？嗱，呢啲燈掣你哋冇用過啦啩？喺外國大嘅小朋友呢，就應該未見過呢啲豬肉、牛肉咁樣掛喺度切嚟賣嘅。反而呢，新鮮養住嚟賣嗰啲魚啊、海鮮呢，依家喺外國呢都好興噶啦。但係生勾勾會喐嘅雞呢，喺外國呢街市就真係見唔到啦，一定見唔到啦。當然啦，呢個街市呢都會有一啲例牌嘅乾貨賣嘅。但係呢個街市比較特別嘅呢，就係有啲散賣嘅懷舊嘢食賣，例如杏仁餅、蛋卷、老婆餅，咁齊可以一次過買到。我諗喺香港都係買少見少啦。我就特登幫襯佢嘅缽仔糕，佢呢缽仔糕呢仲係熱噶。我就冇試過呢個白糖糕，等你哋嚟試啦。你睇下阿姐嘅手勢呢都好純熟，一撩就成個撩咗出嚟啦。傳統美食啊！我哋買咗之後就梗係即刻趁熱食啦。門口呢一間燒臘鋪呢，聽講都唔錯喎。呢一個街市呢，有另外一個出口嘅。依家呢，我就教大家點樣去呢個街市。首先喺港鐵東涌站行去有蓋巴士總站嗰邊，即係呢個 Citygate Outlet 下邊嗰個巴士站。嗱，你搵呢個大嶼山巴士38號去呢個日東村嗰架巴士，由總站坐到總站就得噶啦。下一個要介紹嘅地方呢，就係前深水埗配水庫。呢一個配水庫呢，就1904年起嘅，開埠嘅時候呢，就用嚟做呢個供地下水嘅用途嘅。70年代嘅時候呢，已經唔用噶啦。2020年嘅時候呢，唔知點解政府以為係普通嘅水庫，喺清拆嘅時候呢，鑿開個頂先知道瀨咗嘢。2021年嘅時候呢，就將佢列為呢個法定嘅古蹟，係1級嘅歷史建築。呢一個配水庫呢，就係位於深水埗嘅，附近呢，仲有另外一個景點呢，就係石硤尾美荷樓。我跟住之後呢，都會介紹噶。我哋去呢個配水庫，我哋喺呢個港鐵嘅石硤尾站落車，先去揾呢一個窩仔街出口。呢度話呢，就係 B1 出口。喺地鐵站出口之後呢，跟住嗰個指示呢，都唔係太清楚，我哋都係要靠呢個 Google Map。沿路行嘅時候呢，見到主教山呢一個嘅指示呢，就知道冇行錯路啦。
大家有一樣嘢要注意嘅呢，就係呢去配水庫呢條路呢係要上山嘅，要行好多斜路同埋樓梯。如果行動唔係好方便嘅人呢，就唔係好適合噶啦。雖然話依家入去呢係唔需要預約啊，但係呢似乎佢裏邊呢係有人數上限嘅。而家入到去呢，就見到一個鋪得好靚嘅大平台，但係呢配水庫呢就喺下面，要行樓梯落去嘅噃。落到去呢，已經見到好多呢啲羅馬式嘅拱形石柱，聽講呢有108條嘅。裏面呢係設有呢個語音導賞嘅，咁如果你中意嘅話呢，可以一邊聽住一邊睇咯，咁又可以知多啲嘢咯。佢亦都有呢個專人講解嘅導賞團，不過呢，要事先喺網上預約咗先嘅，一日呢只係得2團嘅啫。呢一啲拱形嘅建築呢，就非常之歐陸風格嘅，喺柱上面頂住嗰啲呢，就係石屎做嘅天花板。呢啲石柱呢，係參照羅馬嘅建築風格，每一條柱呢，係用咗14嚿嘅花崗石去砌成嘅。呢一啲紅磚呢，就係砌拱形嗰個部分嘅，每一嚿嘅花崗石長闊高都係有規定嘅。呢一度好簡單咁介紹咗呢啲水呢點樣由呢個水塘呢輸送到嚟呢一個地下水庫。中意建築美學嘅又或者香港歷史嘅朋友呢，我係非常之推薦大家嚟呢度睇㗎。我哋嗰日去呢，就成28度，都幾熱下，以為地底呢會涼啲啦，其實都唔係嘅。不過呢，好彩會場呢周圍都有好多大風扇，都叫做頂得住。依家呢，我哋就離開呢個配水庫，去另外一個景點，就係石硤尾美荷樓啦。美荷樓呢個景點呢，距離石硤尾地鐵站呢行路大約係10分鐘到嘅啫。美荷樓呢係香港最早期嘅公共房屋徙置大廈，佢係1954年興建嘅，保留到而家，獲評為2級歷史建築文物。美荷樓呢就係石硤尾徙置區嘅第41座。2013年嘅時候呢，就改建成為呢個美荷樓青年旅舍同埋呢個美荷樓生活館。大家留意下呢，佢係有導賞團嘅，但係呢個生活館呢，就係逢星期一休息嘅。由右邊地下入去呢，就係美荷樓生活館，就係我哋今日要去參觀嘅地方。今日我哋就喺呢度呢，可以睇到50、60年代當時嗰個生活環境嘅實景。喺1953年石硤尾木屋區嘅一場大火之後呢，港英政府為咗要安置呢啲災民呢，就起咗呢個石硤尾徙置區。呢啲壁畫呢，就講到美荷樓嘅歷史同埋呢幾十年嚟嘅變化，佢係香港歷史同埋文化嘅一部分。嗱，對香港歷史文化有興趣嘅朋友呢，就入嚟睇啦。第一層呢，最主要係一個展示區，展示一啲50、60年代呢普通香港市民嘅生活嘅環境，例如呢啲鐵皮信箱同埋呢啲標語，而家喺香港嗰啲舊樓呢，可能都仲見到㗎。裏邊呢係擺設咗參照當年呢嗰啲市民生活嘅模型，係一啲實物嘅場景嚟㗎，有米鋪啦、理髮店啦、涼茶鋪啦，呢啲呢都係當時興嘅鋪頭嚟嘅。睇完呢一度呢，我哋跟住就行上1樓。1樓呢一度呢，就記錄咗美荷樓喺50、60年代徙置區嘅時候嘅模樣啦。呢啲徙置大廈呢，如果喺個天空望落去嘅話呢，就好似一個英文字 H 形狀咁樣嘅。兩邊呢就係居住嘅單位，中間呢就係呢個廚房啦、公共嘅廁所同埋沖涼房啦。
兩邊嘅單位入口呢，就對住一條長長嘅走廊。當年呢，每個單位嘅面積呢，就係120平方尺，容納到5個大人。70年代嘅時候呢，就再改建成為呢個石硤尾村，咁就開始咗每個單位呢，有自己嘅廚房同埋廁所啦。呢一個時候嘅屋村呢，我相信我好多朋友細個嗰陣都住過呢啲單位嘅。行完呢個1樓呢，我哋就落返樓下啦。呢度呢，有一個展覽室，係講到2009年之後呢，政府同埋一啲專業嘅學會呢，點樣去活化呢個美荷樓，成為依家嘅模樣。呢度有趣嘅係，無論你咩年紀，如果係年紀大嘅朋友呢，又可以懷念一下細個嘅時候嗰個生活模樣啊。如果後生未見過嘅，又可以知道一下阿爺阿嫲當年生活嘅時候係點樣嘅呢？大家睇完呢個美荷樓，係咪對香港嘅歷史文化又知多一啲嘢呢？最後介紹嘅就係呢一個好紅嘅打卡嘅景點，大家都記得其中一套 Transformer 呢係喺香港拍嘅。咁究竟佢裏面嗰個怪獸大廈喺邊度嘅呢？佢其實呢就係香港島鰂魚涌嘅益昌大廈。咁我依家呢就教大家點樣去啦。佢最近嘅地鐵站呢就係太古站。由呢個太古地鐵站行過去呢，大約係10分鐘到啦。我哋喺呢個太古站落車啦，然後呢就揾呢個康怡花園嘅 B 出口，上到地面呢就會係英皇道，沿住呢個英皇道向天橋方向行過去啦。喺左手邊呢，你就會見到一塊成塊牆咁嘅大廈，喺嗰度呢行入去就係噶啦，就喺呢度裏面啊。其中一套 Transformer 裏面嘅怪獸大廈就喺呢度拍噶啦。見到呢度啲大廈一排咁密嘅單位呢，就知道大部分嘅香港人嘅生活空間真係好細嘅。呢度呢其實已經好紅噶啦，好多人呢都知道嚟呢度打卡。除咗親眼見到呢套戲裏面嘅場景之外呢，我覺得呢度有趣嘅地方就係呢，唔同嘅時間呢影出嚟嗰個風味呢就唔同嘅。例如呢，個光線好啲嘅時候呢，大廈嘅顏色呢係好搶嘅，而且呢，一格格嘅單位呢形成一個好特別嘅圖案。咁啱就有一對韓國嘅情侶呢，就叫我哋幫佢哋影相，咁我哋梗係義不容辭啦。咁唔爭在自己都影翻啲相嚟留為紀念啦。再嚟。其實呢，香港有好多充滿住歷史文化嘅景點，特別係呢個殖民地時代有關嘅。等我下次返香港嘅時候呢，再手刮多啲，然後介紹俾大家。